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伙伴们知道吗？在投资市场里，除了股价涨跌之外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因素，会偷偷的吃掉你的获利哦，那就是交易成本。很多伙伴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技术分析啊、基本面啊，或者追逐市场啊，却很少认真的把它计算过，自己一年下来，光是交易这件事情要付出多少代价。别小看这些费用，长期累积下来，可能会让你原本的获利变成白忙一场，甚至是亏损的。今天这支影片，凯哥会带你完整的认识交易成本，包含什么是交易成本，交易成本的种类有哪些，显性成本跟隐性成本，那要怎么有效降低这些支出呢？凯哥会一次把它讲清楚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第一，什么是交易成本？所谓的交易成本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投资人在交易市场里面进行买卖的时候，必须支付的各种费用跟代价。这些成本不一定会直接在账面上显示，可是它是真实的存在的。主要它可以分为两大类，一个是显性的，就是账单上看得到的费用，就是比如说手续费、交易税、使用费等等的。那还有是隐性的成本，这些是比较隐藏的，比如说买卖的价差、滑价、流动性不足导致的流动性风险，还有是因为等待成交而错失机会的机会成本，还有很重要的时间价值。所以交易成本就是你为了参与市场所付出的代价，不管有没有赚钱，它都先从你的口袋里面要先扣走的。那再来，我们来讲一讲显性成本，就是你看得到的花费。第一，当然就是手续费。在台湾，股票交易的手续费是成交金额的1/1.425%，手续费收取是买跟卖都会各有一次的。然后这个手续费最低是20块钱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买1万块钱的股票，1/1.425就是14块，可是它还是会跟你收取20块钱，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哦。不过这个部分有某些券商它是可以取消掉的，是没有20块钱这个最低下限的。再来也要补充一下，如果是用定期定额扣款的投资朋友们，大部分这个20块钱的最低标准通常是都被取消掉的。不过还是要请伙伴们自己再确认一下哦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我们买了10万的股票，我们的手续费就会是142块，然后再减掉券商给的折扣，我们这边先用5折来计算，就是71块钱。所以会在意手续费的伙伴们，就要尽量找手续费折扣比较大的券商咯。然后是证交税，除了手续费，卖出股票的时候还必须缴付一个证券交易税，税率是3%。假设我们一样用10万块钱的价格卖出股票，那税金就是300块钱，这个部分是没有任何折扣的。这个部分是指股票，如果是卖出 ETF 或者是权证，它的证交税是比较低的，只要1/1000，所以是有差别的哦。然后是平台费用或者是额外支出，有一些券商它会额外收取系统的费用，或者是高级下单的时候，它会找你收取月费，或者是一些特殊功能，比方说什么闪电下单之类等等的，又或者是说一些看盘软体它是有费用的，比方说 XQ 啦、红田雷啦这一类的看盘软体都是要另外的费用的。然后是隐性成本，隐性成本更容易被投资人忽略，可是却对获利造成很大的影响。首先是买卖价差，当我们下单买股票的时候，通常都会以卖价成交，这个价格就会比买价高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要卖股票的时候，都会用买价成交，这中间的差距就是投资人必须要默默承担的成本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用挂价的来让这个价差感觉没有那么不舒服。然后是滑价的部分，在市场波动剧烈的时候，你设定的成交价可能会跟实际成交价会有落差，可是这种情况在目前台股逐笔交易的情况之下，已经比较少会碰到了啦。比较会有出现的情况，比如说是开盘或者是收盘的这两个价格才会产生这样子的情况，还有盘中暂停交易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子的情况。然后是流动性风险，当股票成交量不大的时候，它就可能买价跟卖价的中间的价差会差很大，甚至会差3到5个 tick 都是常见的。那机会成本就是我们挂单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想要买在50块，可是没有成交，然后它一直往上涨51、52，那你还是把它追进去了，这种就叫做机会成本，只是它表现在少赚而不是多花钱。然后就是时间成本，假设我们买进的股票它一直都没有上下起伏，它甚至也没有配息给你，然后你把它放在那里过了1年，过了2年，没有产生任何的效益，这中间的损失的时间，这些都称为时间成本。那还有像是一些高杠杆的，比如说像是权证，它的时间成本就更大了，
这一点我们放在权证的那一篇里面有说，有需要的投资伙伴们可以自己再去看看哦。所以伙伴们不要忽略时间成本，50万放在那边都没有任何的波动，放了1年，那这1年的时间其实就真的是白白的损失掉了，它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收益，这一点要非常的注意，非常的重要哦。然后我们来实际算算看交易成本，假设我们用10万块钱买进股票，然后在短时间内卖出，我们的买进手续费用刚刚的10万块钱的例子来讲，买进要71块钱，然后卖出也要71块钱的手续费，然后还有个证交税就是300块钱，这样子买卖一轮的成本就要440块钱了。看起来好像还好，如果交易20次的话呢，那就是400次乘以20次等于8800。伙伴们有发现了吗？这直接占了你的10万将近9%了，那其实就会变成一笔不小的支出了。那这些都还没有算刚刚讲的价差、滑价、时间价值、机会成本，这些都还没有算进去。实际上，你可能1年光是这个交易成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了。如果我们的年化报酬率只有5%，也就是1年赚5000块钱，可是交易成本却远远大过这个数字了。那么我们把1年的对账单拉出来看，就会发现你明明操作正确，可是是亏钱的。这就是短线进出承担的最大的风险。短线交易者一天可能会进出好几次，交易成本它就变成固定支出了，不管赚跟赔，它都要一直交。所以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胜率跟赔率，往往它都会一直输在成本上面。那波段操作的人，他进出的次数就相对少，交易成本的比它就会降低。那长期投资者交易的次数最少，它的显现成本，也就是手续费那些，它基本上它就可以忽略不计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的投资人都说买进，然后长期的持有它就可以很大的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对报酬的侵蚀了。所以如果我们都是用电子交易的伙伴们，那我们选择低手续费的券商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了，然后尽量减少交易次数，自然也就能够降低成本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很多投资人只关注我要赚多少，却忽略了我要花多少成本。其实真正能在市场里长久生存下来的投资人，都要懂得降低成本跟提高效率这2件事情。投资市场不是看你赚多少，而是要看最后能留下多少。伙伴们要记住哦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咯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